中国经济持续恶化，外资纷纷撤离。2025年开年第一个交易日，中国 A 股再度上演开门绿，三大指数齐跌，很多股民赔到哭。我没有波动性，我也不需要波动性，我就想发现一下我自己，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我炒股，我自己亏的，我自己在自己消化，能明白吗？就是我真的24年不好，我接受了。25年你一样的不好，你一点都不友好。兄弟们，我扛不住了，兄弟们啊！今天又亏了15514啊，现在总共亏到了237577了。我压力太大了，兄弟们，我扛不住了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要亏到28万，我要亏到30万了。今天我妈妈给我打语音电话了，让我把股票卖了，不要让我玩了，不然的话跟我断绝关系啊！我的女朋友也跟我讲了，她说你这样亏下去的话，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，看不到未来了，说你这辈子废了，要跟我分手啊！兄弟们啊，这怎么搞啊？我那个票啊，300万直接跌停了。最关键是什么？还跑不了，知道吗？我估计明天还要跌停，啊，今天扣了20-30万还不说了，明天可能又要扣30万，兄弟啊，太难受了吧这个，放我出去，我不玩股票了，我真的不玩股票了，我不想玩了。真惨啊！你看看我一等小韭菜啊，6万块钱不到的仓位，3天亏了1万5，亏就亏了，就是1万5我就当喂猪了，真的。说句实话，说句难听点啊，我这15000块钱买点猪食去喂猪，这个猪都得给我笑一笑。我目前就留了1万多块钱的仓位，为什么要留呢？我就留着给我的后代，我的女儿、我的孙女、我的孙子们看一看，你的前辈、你的祖辈在干点什么龌龊的事情，以后假如我的后代再来干这一行，直接打断狗腿，真的不会再来碰这个 A 股了。说实话。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4年最后一天发表了2025年新年贺词，声称中国经济回温向好，大家要充满信心。结果，中国市场从1月2号恢复交易以来，中国股市、债市和汇市都是大幅下降。连跌了3天。我刚才打开账户看了一眼，说实话，这4年来，从没有过像今天一样绝望。真的感觉有点坚持不住了，真的有点坚持不住了。我周围认识我知道的至少有6个人全割肉了。满仓炒股好无奈啊，兄弟们！我已经连跌5天了。开始满仓前我就想赚点过节费，后来我只想回本，现在拿把红1天也行啊。真他们绷不住了，这是什么鬼市场？连续3天暴跌，有什么目的？常言要我等神父交出血的筹码，是不是真的？我当真是还是那句话，涨可以，跌奉陪，割肉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2025年开年以来 ，A 股3大指数连跌3个交易日。且是超4000只个股下跌，创下2016年以来最糟糕的新年开局。同时呢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跌破了7.35。尽管中共央行和外汇管理局多次出手稳汇率，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1月6号仍跌到16个月的新低。中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都跌到历史新低。大 A， 你他娘的到底还要不要点脸呢？通过各大媒体宣传说牛市来了。而引诱老百姓把原本存在银行里面的钱取出来投进股市，8号进场全部挂在山顶上，然后天天喊着口号说要保护中小投资者，暗地里却干着吃人不吐骨头的事情。人家华尔街说实话提醒我们的股民，你却说人家造谣恶意抹黑。那我们各大媒体也经常说人家老美经济不行了，快崩溃了，也不见得他们的股市下跌，还屡创新高。
看到这哥们儿贷款110万炒股票，现在已经亏了80万了。咱那媳妇儿呢，不敢说呀，夜夜睡不着觉，整个人都麻了。何必呢，兄弟？人生已经很难了，干嘛要这么逼自己呢？我也不是因为赔这点钱难过成这样，而是觉得这个社会把我们逼成了什么样。互联网人过了35，失业就等于告别职场。创业呢，碰到疫情又失败了。你们教教我，你说除了在股市想想办法，还有什么办法去养活这一大家子人？投资者们焦虑迷茫，对经济前景非常的悲观。野村证券也罕见发出让投资者做好崩盘准备的警告，资本市场资金正在加速流走。中国当局去年曾推出一系列所谓的刺激经济措施，股市一度反弹，一直吸引资金大举流入。然而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挥之不去，对后续刺激措施的期望落空，外界随即再次撤离了中国。日经中文网报道表示，去年11月前后1个月，从中国股市流出的外资高达169亿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，美国强生位于中国的多个产品线已经开始裁员了，最少裁员20%，赔偿是 N+3。80年代初就进入中国市场，在中国医疗市场深耕40年的美国百特医疗也要退出中国市场。中国大众进口业务部被曝 N+6 裁员。日本松下青岛工厂裁员1200人，大量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。这2年大量的外资企业撤离中国，我们已经成功的打败了资本主义，在这件事情上绝对是赢麻了，取得的成绩也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，赢麻了。英伟达全球最大的芯片公司23年退出中国，2019年三星呢关闭了惠州的工厂，转战到东南亚。家乐福呢在今年只剩下4家店了，飞利浦2020年退出中国，13年呢松下工厂退出上海，17年呢尼康的工厂退出，你看小日本的公司都被我们干懵了。大量外资撤离会导致国人大量失业，这是必然的，就业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有些国内专家闭着眼睛说没有影响，根本就是掩耳盗铃。可能要失业了，在2025年迎来我44岁的年纪，面临这样的变动，心情差极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果子，有着20多年财务工作经验的老会计。听到公司裁员的消息，其实心里也一直有思想准备。公司几个月没发工资了，不说裁员，不说降薪，一直就这么耗着了。大家都很焦虑，有条件的同事也早早递交了辞职报告，另谋出路。像我这样尴尬年纪的，再找上一份合适的工作真不容易，只要等着公司给说法。官方最新数据，兄弟们，广东的失业率创下了10年新高，街头巷尾无家可归的身影随处可见，就连身边好多朋友现在也是失业状态。你绝对想不到今年的就业市场有多残酷。很多人已经失业数月，有的人已经1年多没有工作了。大家呢都在拼命的投简历，但回应的寥寥无几。我的朋友告诉我以前 HR 会争先恐后的跟他联系，现在他投了几百份简历，大多都是石沉大海。各个行业的工作岗位都已经严重饱和了，外卖也好，这网约车也好，就单单现在这个失业率，说实话已经超过了2008年跟1998年的失业率。98年呢是因为国企下岗潮，08年是因为国际的金融危机。那都知道现在年轻人工作不好找，钱又不好赚，所以你看现在把直播自媒体这个东西都归入了正式的行业里面，不然失业的人会越来越多。2025年元旦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新年致辞当中呼吁人民要有信心，还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政策，促进2025年的成长，甚至还自吹自擂，宣称中国经济回暖向好。但海外专家们预测，2025年中国经济深陷泥潭中无法自拔，股市、房市、汇市、债市皆承受压力，四大皆空。华尔街日报1月8号报道指出，习近平战略存在一个关键的缺陷，他优先发展那些新兴产业，规模远远没有大到可以取代旧产业。而当前现状是，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都在艰难度日。
你敢想象吗？在这里50岁的年纪却被人抢着要，这里有我不敢看的现实，却是他们的日常。凌晨4点，这个自己的劳务市场已迎来了第一批找工作的人，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被撑得鼓鼓的包，这都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伙。早点摊也陆续开了张，2元10个汤圆，5元1大碗米线，就能填饱他们的肚子。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，而50岁、60岁的年纪，他们能做什么？能活有，能活随便做，哪样都干。这个大家就是随便做哪样都行。别说挣不着钱，你看偌大的劳务市场，连个来找工人的老板都没有，经济现在都萧条成这样了。这么大市场，我来了好几个小时了，我就看见2个老板在这招人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这些老板都去哪了。不是这人们不干活，他是真没有活干。这个市场现在这些人呢，估计得有上千人了，没有老板。看嘛，找工作的人太多了，做梦都没想到失业率这么高，万万没想到时代淘汰一个人。厂里面明天开始放长假了，上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班，关键是6月份的工资到现在都没有发，你说这怎么弄？报道指出，尽管北京政府一再承诺提振消费，但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。中共最高领导层还拒绝采纳西方的模式。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是过完元旦之后的市场，还有20多天就过年了，一点人气都没有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我想问一下同行们，你们的市场是怎么样子的啊？现在实体经济怎么样？我带大家去马路上看一看。这个出租车队，中国人寿，看见没？那么多关门的实体店呢，这个就没开2年就出队，这个也没开2天也出队。看，这有2家出队的，这写个旺铺出租，你家都是旺铺，你出租啥？都是出租，这家也是出租。哎，这大商场也黄了，不开门啊，全都成这样了，哎呀，可惜呀。人太少了，中食你看卖馒头的这边都没人。这么大超市，像我这算不算是 VIP 了？大客户。这就是1年前装上去的，1年后却开走了，几百万呢，100万，就这样1年就没有了，真的是对不起我的合伙人，真对不起，没有把超市经营好。《华尔街日报》1月1号也曾重磅报道，其实中国的繁荣已经过去了，正在应对史上最大房产泡沫破灭。报道透过几张图表揭露中国经济面临至少3大随时可以引爆的定时炸弹，包括过度负债、过度建设、产能过剩。真的是我这辈子上过最大的当，当时为了结婚买的婚房210万，现在跌剩只剩下140万了。蒸发的这70万是老公的积蓄、父母的嫁妆，还有当年存的钱，现在全部都蒸发掉了。现在每个月要还房贷6000多块钱，真的觉得好无助好无力。房地产的最后一波韭菜无脑进场后，属于房地产的时代彻底落幕了。相信很多人都心知肚明，现在无论任何利好出台，房子再也无人问津了。房地产市场已经全面进入了无休止的阴跌状态，相信很多人已经发现了，所以说房子再也没有任何价值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